第一个，我妈妈带着我就是去找我借的钱，但是走了1、2个小时，走到他们家的时候，他就说锅都揭不开了。我更过分，他说借钱给我读书可以，但是我读书毕业以后要嫁给他的大儿子。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穷人家孩子如何活好的案例。人无论男女老幼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耿耿于怀于一些客观事实。如果你过不了那个心结的话，你发现你50岁、60岁、70岁，你还会被那些东西伤害。但是当你持续地在修炼自己的内心，去学会感激，学会接纳，学会放下，然后你会变得真正的强大。说爱因斯坦说的问题永远不能在同一维度被解决，那你跳出这个维度，你会发现那些问题可能都不是问题了。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属于他的人生解法。我是一个空间设计品牌设计师，然后也是一个梅子酒品牌的创始人。最多的时候营业额做了多少呢？最多的时候每个月300多万。我们家属于重庆跟贵州交界的地方，比较偏远。我爸妈结婚的时候，只有一间黄泥巴修的土房子。家徒四壁，真的是1年吃一次鸡蛋，因为平常父母都会把这些卖掉来供我上学。虽然他们是农民，但是我父母非常的正直。我爸爸从小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女儿当自强。我小时候就是打着火把，上小学走山路走半个小时，上初中就走1个半小时。那个时候我爸爸凌晨2点多钟起来，就走4个小时。到那个背矿石的地方，然后他一背篓就是200斤的那种，背6个小时。他背矿石的钱就存来做我每学期的学费。我妈妈就开了一个小餐馆，1个月就赚个100、200块钱来做我的生活费。我从小成绩比较好，基本上都是第1名。你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全班第1，但是就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只能去中专，你会觉得不甘心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能读书就不错了。哎，我怎么有点想哭？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没说话，我爸爸还以为我要轻生，其实是因为我以为我读不了了，我很难过。因为当时说的我的学费是3000嘛，说的是一家出200嘛。我妈妈有7个姐妹，就能借1000多，接近1500。我爸爸有6个兄弟，加起来就可以借到2000多。我们自己家再筹了一点学费，就基本没问题了。第一个，我妈妈带着我就是去找我借的钱，但是走了1、2个小时，走到他们家的时候，他就说锅都揭不开了。然后我妈妈带着我转身就走了。我妈妈走在我前面，我知道她在流泪，我也只能默默地跟着她的脚步走，我也不敢说话。我更过分，他说借钱给我读书可以，但是我读书毕业以后要嫁给他的大儿子。我妈妈跟他聊的时候，我在门背后嘛，就被我听到了。他就说我们签一个协议，所以当时心里面很难受，但是我妈没有同意。我觉得我妈还是很好的，没要她的钱。我是贷款读书离开家乡，我爸当时就跟我讲，2个条件：第一，贷款自己还；第二，就是你以后结婚的时候没有嫁妆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到重庆读书以后，我就会很努力的学习。我在3年读中专的时候，我又考了大专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在假期和抽空的时候勤工俭学，基本上学校的勤工俭学的所有的项目我都做过。然后假期的时候，我就去超市当促销人员呐，然后去找各种兼职啊，我都会去做。就是我觉得会更强大，就是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毕业以后可以很好，我不会回去。我16岁的时候，我在重庆，我就自己跑到派出所去，把我的名字改叫张兰心，蓝天的蓝，开心的心。
我最严重的自卑是我做设计师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学会计出身的，但是我会计没有找到工作，结果应聘会计工作的时候，人家把我招成了前台，觉得我的形象还好，就做了文员。在这个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装饰公司，我就天天看他们工作，我就悄悄的偷学。设计总监画图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旁边，我就记他的命令 ，Ctrl+C 复制 ，Ctrl+V 粘贴，就学这些命令，我自己拿本记下来。他走了以后，下班我就悄悄地对着电脑去练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把一个房子的结构画出来，我们设计总监都不相信是我画的，他就会发现我有天赋，然后我就转成了那种助理设计师，就帮他们打杂。做了1年多这种职业以后呢，我就觉得我很喜欢，而且我不专业不行，所以我再去夜校学的设计。我进入设计行业的时候，别人所有都是科班出身的，瞧不起我。再有一次，其实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在我们当地已经是知名的设计师，而且我还获得了当地的年度10佳青年设计师。那我就进入了上面一个圈层。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这种高端圈层的设计师聚会，我当时穿了一件粉色的毛茸茸的衣服，配了一个白裤子，一双白鞋子。但是呢，他们设计师全部都穿的黑白，就很高级很大牌。我就一直在找各种理由，一直在跟他们讲，哎呀，我今天太忙了，我没来得及换衣服，就一直解释，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一直就浑身不自在。我记得当时有个人说了一句话，哎，你那个穿起是还丑啊，你还跟我们耍啥子啊？我当时一下唰就心里很难受。自卑它其实会让人自大的，我也有过非常自大、自傲、骄傲的阶段。我其实没有觉察，让我觉察的是一个保安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室在红星美凯龙，我有时候提前到了，我卡都不打就上去了。结果那一次可能是换了一个新的保安，他就不认识我，他就拦着要让我在那儿排队。在我眼中，他们都只是普通人，而我要比别人高一等，我就要硬闯。我就说不行，我就给你们喊谁谁谁来帮我开门，我认识谁谁谁谁谁，就在那儿闹。然后确实就来了，就说让他先进去吧。进去我就按电梯上了，我还这样子看人家，很不屑。然后那个保安在背后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如果态度好一点，你好好说话，我说不定真的就让你进去了。你这个样子，我就是不让你进去。”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进电梯，电梯门已经关了，我没有来得及去跟他争吵，因为我当时的心境我是会去跟他骂他的。但是当到了办公室以后，他这个话在我的脑海里面久久的回响。我很久都没有打开电脑工作，我就一直坐在那儿想，我是个什么人？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？我在大三的时候，我连保安都不如，我凭什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特别蠢。当后来我成长了以后，我才会发现，真正自信的人，他去参加再大的场，他穿个 T 恤，穿个拖鞋，他也很淡定自若。他也很侃侃而谈，不会因为外在再去装些什么，也许就是先伪装自己强大，然后再真正变得强大的一个过程吧。我之前特别喜欢说一句话，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：人生的起点可能会影响你的终点，但是不会决定你的终点。比如说，我做设计的时候，我就在看比我长10岁的女性设计师在干嘛啊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女设计师非常优秀，她到重庆来开会，她那个时候40岁，获了很多的奖。然后我就在看，我说啊，我现在也拿了这么多奖了，那我可能10年以后只是比现在的奖再多一点点。但实际上，它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我想要的那种维度和身份的蝶变。我觉得那不行，我就出来开设计工作室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设计餐厅，我变成了合伙人啊，餐厅又进酒，这个酒卖得不错，很多人买走，我就去做了一个品牌。外婆的酒这个品牌注册不下来，最后结果用我的名字还成功了。其实我就是一个一直都不给自己设限的人，就是还是比较敢于去尝试，敢于去跨界，去探索自己更多的这种可能。你做这么多是为什么呢？想赚更多的钱吗？就以前我想更有钱的时候，我更多的是去看哪个项目赚钱，就会不断的去做有钱的事情。我现在也没有说自己有钱啊，是因为经历了这些阶段以后呢，
赚钱这件事情不是我创业的唯一标准，但是它也必须要赚，因为你才能够让企业生存下去。但是呢，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顺便赚钱。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想要的一个状态。那跟我一样的女性，我也是特别愿意去帮扶她们的我都是可以把我曾经创业遇到的坑、遇到的困难、遇到的坎儿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少走弯路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很奇妙的过程，我以前还特别想拽别人，就是有一个开店的妹妹，我跟她说你现在不要去开这个店，40万投下去没有了，她就是不听，你就看着她跳坑，你就很难受，非要去拽她，当时还搞得很不愉快，她不舒服。我现在才懂得，有些时候要让别人去成长，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就是允许陪伴。让自己去探索，但是这些故事要讲给他听，讲了以后你能接受就接受，你不能接受就算了，不强求。这其实也是我学到的。所以这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课题，可能他只有完成那些所谓的人生课题，才能领会一些人生真谛。